家境，今時居然不惜劣迹。这都是我的！人太多了，展讯恐会生出乱子，需早做准备。这条路被堵住了，绕路吧！ 大爹，火太大了，这人手不够啊！你指挥的4个队，现在还能动吗？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大将啊，你亲自去。我，那宫里着这么大的火，你10里以外都能看见，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你带着你的4个小队，接上去，看见杀人劫财的，当街剁了。还有，枪。 那这儿有我呢，做好你的事情。这是军令，卑职遵命。来人，在！你抓个人过来问问，谁看见天子了？快去！ 难道是谁？这不是杜预家的赵小郎吗？小郎不去杜预身边伺候着，却来扫洒家的晦气。说，看见天子了吗？到处都找不着关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官家，官家你在何处啊？去，把那们去找，快点！陛下找到了！陛下找到了！快！火马！臣是为秦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官家，你的意思是说，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泼洒完了之后，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这是乱命，蒋平如何敢奉诏？蒋平说，官家是跪着求他的，说想死的体面些。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一时心软，这便糊涂。
天子欲棄天下，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焉恕小人，还说什麼心軟？那最后，又是誰救下了天子？他自己怕了，不肯死了。令公明鉴。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怎么，不愿意啊？末将领命，替犬子谢令公恩惠。再派50个人，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守住那个口。啊，好。你在干嘛？回禀将主，卑职钱弘树，听候将主差遣。你以为真闹着玩吗？这打仗会出人命的。回禀将主，卑职知道。哎，三哥，哎，三哥，当军，少时贼寇攻城，兵凶战恶，见识无眼，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回禀使君，卑职知道。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贼众围城，天亲在即，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什麼都做不了。卑職吳越親衛第3都小校錢弘處，聽候使君將主軍令。你拉他開弓嗎你？行了。卑職可以遲鈍。大郎，看马来报，张力出营了。铁骑5000，兵卒1万，共计6军，还有契丹1000。传令下去，各指挥紧守城墙，不令擅自出营者立斩。大声宣唤蛊惑军心者立斩。哟，击鼓。骑兵第1响略宣阳门，第2响略营出门，摆步慢守。我叫弟兄们都长点眼，不要靠近营出门摆步之内，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虧。
1圈300到500步，3圈就是2到3里地啊！一大早马力壮得很，跑这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那就在这里跟他10圈，通知各指挥，提前半个时辰放饭。是。41个，上50辆，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午饭了。第10圈了。明军，让齐军回来。长官。赌一把，赌一把。神权接令！想嚷嚷什么呀？不是你说赌一把吗？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啊！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憨郎君。男人将领法度森严，今日打不成了。步军先退，骑兵断后，收兵用饭。太尉，令郎此番错之，颇具大将风范啊！他日成就，不可小觑。不就是从头说到尾，死也不动他吗？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司空说的是啊，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啊！来，水酒给我接。再给我一碗。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他又得中一箭。你这却又是何必？
何必？人都死了，拜与不拜又有何用？因为他本不该死。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的许多事儿，你不得不去做，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世道如此，或许无可奈何，或许被迫无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如何说，如何看，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这是錯的。可世道的錯也是錯，不能因為世道的錯，順着世道做的事兒，便都變成了對。什麼人？滴血！滴血！怎麼了？有人偷城。偷城？哎，拉着他，跟我走。别队，给我向前！给人给我赶下去！应该是从西面繞過來的，否則縱然是走路，咱們應該也能聽得見。夜裡行軍，不能騎馬，但他們卻得帶着馬來，否則一旦失機，他們想逃都逃不掉。那他們應該是牽着馬過來的，將馬放在西段護城河邊上，着人看守，然後再徒步從冰面上過河，再用鈎簾之類的東西掛着繩索攀上了城牆。這樣，我帶一個騎兵指揮出去，從西面兜個圈子繞回來，將他們的馬全殺了。張太尉打了這許多年的仗，你覺得他會安坐在大營裡，等着你先宰他的馬，再殺他的人？來，你信不信？只要你的騎兵一出，離開寨子1里方圓，就會從野地裡憑空長出1000騎兵來，將你連人帶骨頭一併吞了，一根骨頭都不會吐。這麼大的城池，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來顆人頭，又能記得什麼事？再者說了，10000人以上的大軍調動，火把都沒點上幾根，這夜下的兵如何能夠夜間視物又不亂陣腳？依我看，張太尉此番布置，不是為了投誠，是為了撬開咱們的城門。咱們現在就是張太尉喉嚨裡的一根刺，不把咱們給拔了，他是沒法安心攻城的。不就是個破寨子嗎？啊，也知得太尉如此殫精竭慮，為了賺那寨中守將出來，將5000騎兵派到南面去設伏不說，將自己的親衛校節都放到城樓上做了饵，本錢不可謂不大呀。不過，這寨中守將竟是個屬團魚的，連頭都不肯伸出來呀！京師之中，
何时出这等人物？来了有令，下不得死！你若是张太尉，将大营扎在南清河畔，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能有多靠后？承旨已探查清楚，粮草就在此柴后方。传令下去，大火点着之后，不许恋战，速速撤离，除非蹦的、老胆的、丧胆的，给我往死里砍！好。余下的分成2队，一队让到对面策应，听信号，动手。大佬，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还有撇了甲的，退吧。不急，把力使了，就拿了那条大鱼。走，哎，跟着大佬冲！车长，快走，我等殿后，快走！尔等男人甚是无趣，难怪节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
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哎，太尉，太尉，太尉，南寨失火！什么？南寨？将士们，都喝口酒，暖暖身子，壮壮胆儿啊！喝酒吗？喝。启禀主帅，末将率18支会自营后出寨向东，绕过阴山，沿南清河向西折，焚毁了瘴疠屯粮的南寨。你的18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而让我们以命相护，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换张东西。小畜生，用兵之道，守在池中。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自己陷了便也罢了，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坏了我守城大计。你有几个脑袋？我梁之罪，滚下去带队！喏。此人该如何处置啊？他是契丹貴族，除了令公，誰敢處置？我會親自押解他進宮的。帶下去！來人，在。這次多虧了大郎，給他撕一條羊腿，端一盆熱湯過去。諾。喝酒吗？痛快。赵光义，字元老。正是在下。郭荣，字俊贵。郭太尉家的千里马，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小司空不胜酒力吗？没看见在喝吗？司空就是司空，喝起酒来也是1分3品以上的技巧啊！什么司空不司空？小弟钱洪处，字虎子。哎呀，有你在身边，夜间急切的时候，怕是都不用出门了。去你的！大郎，大郎，这儿呢。哪儿来的？太尉赏你的，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滚！
不白喝你的，一起吃。好，就不客气了。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小岁之夜。10年前的小岁，父王問我：“此生何所願？”我那时好玩，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我要出海，我想去看看《山海经》里的鯤鹏，到底是个什麼樣子。”天下的阿爹都一個樣，心裡明明開心的緊，嘴裡卻恨不得把你給剁了。我10歲那年，也是小歲，阿爹問我長大以後要幹什麼，我說：萬軍之中，臨敵能陷陣，成為國之功，於願足矣。當夜便是一頓好打。你呢？你想要什麼？問你話呢？沒有。真無趣。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當日便不救你了。生在這個世道裡，想要什麼，似乎都不對。我記得去年的小歲，我正好在晉陽。當時我父親心緒不佳，而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紀太小，只能我帶眾人去問父親。小歲當問來年夜，父親平素儉願，在軍中頗有威望，卻始終不得拜接朕。父親心中可有所憾。國太尉怎麼說？他說：“高絕後路，無足論。此生若能復飲太平年下的一杯熱酒，於願足矣。”好美啊！再煊赫的盛世，也終有落日；再不堪的亂世，也終會迎來日出。再一会儿人缓啊！好了。
第10日了，只怕过了这个冬天，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天寒地冻，守城固然艰难，可攻城的贼众只会更难。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城墙可视，人心不可视啊。最初几日，凭着一腔义气热血，一番高洁厚禄，尚可支应。如今10日过去了，渭南多变，人之常情。再加上天寒难耐，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倒是朝廷这边号称征朔，有一个天子，却也没有一般呢。朝堂上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苦撑危局。京师之外，谁还在乎这个朝廷？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外无必救之兵，则内无可守之臣。罢了。守了10日了，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章程没有。不能议和呀，一定要坚守，我等必以死相守，对吧？我等必将以死相许，令公，以死相守。令公，令公来了。当天地行也，距离千里之外。为何有枪来着？文肃，令公，打开重元殿，上朝。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回去与冯令公复命了。你说什么？整肃兵马，撤回到皇城里。撤回去？那这城呢？不守了？当日令公颁下的军命，便是守城10日。如今10日已满，君贵兄，你是在与我说笑吗？元朗，撤军吧。趁着现在张燕遭到军队还未调动，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浴血11日，死了的、活着的，都是好汉子。
殿下，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余下这些弟兄不当枉死。枉死！守城那一日，副帅给了我18个指挥，满编18个指挥，是2221人。如今只剩下800余人。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拆军规啊，拆军规！你们真他娘的无耻！不会有援兵的。我知道，再守下去，也是一样的结果。我知道，没有副帅的将令，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太尉有令，全军撤回城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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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郎，咱就这么走了？娘的，怎么这窝囊！再打也打不动了。撤啊！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行了。为契丹会同10年，岁次丁未元月，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请有皇王分尊北南，祭墓名誉，告谕四方。兹尔时事，以晋侯之资，困守绝瓮，田不过1城，众不足1旅，危身苟命，自成大统。朝纲稳于内，政治昏于外，致令天下纷扰，九州板荡，恶殍盈途，触目惊心。朕心冥恻难安，唯念苍生之喘。欲检倒悬之机，南州赤子饥寒相望，不兴吊民之师，亲临夜变之间。期以扩清宇内，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兹尔少君，荒靡失次，擅伎宗挑，辄敢抗尊，自起心端，冒渎纲纪，涂炭敌人。非尔所希，可自去尊号，迁居別業，貶為副議侯，以待明罪。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東京漢兒司事，以右衛大將軍張義軍節度使張彥澤全東京留守，軍國庶務亦應委之。汴州官變，親衛將校宜聽差遣，領遵軍命。有作奸犯科、狂悖忤上者，朕啟令五行之誅災。親哉，勿負朕望，遣使知悉。这便完了吗？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不明白，
没有援兵，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既如此，10日之前又是何必？为了一个体面，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值得吗？杜令公阵前降敌，张彦泽奔袭京師，为的不過是在契丹天子駕前下注，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師，鼎革大寶，君臨天下。效仿先帝，也做兒皇帝嗎？若契丹天子肯認這個兒子，杜令公與張彦澤自然會搶着認下這個爹。此國賊也，漢賊不兩立，人心淪喪，無忠無義。在勝負面前，世人大多都會選擇勝，而拋棄義。蒼生社稷，忠孝節義，難道不是最無價的嗎？這世上啊，真正無價的東西必是有的，只不過在這朝廷的大殿之上，任何東西都必然是有價格的，不能以價格相問的東西，根本不會出現在這朝堂之上。你若不算，你便不配站在這裡。令公和相公是想看看如今這天下究竟有誰肯在大勢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北國勢大，中原衰微，在大多數人眼中勝負已定。若讓尊兄來選，是壓朝廷，還是壓契丹呢？可令公與桑某卻只能壓朝廷。這10日之戰，便是要告訴天下人，在此人心背離之際，依然還有人在壓朝廷。中軍，末將在。曉諭全軍，給假3日，全城大肅。林公，那是楊楼街。开始了。
守護好何家老幼。赵府，走。大郎，把这些人都拖到后面的坑里，再打些水来，把地上的血冲洗干净。埋了吗？不急，这才是第一步，今夜还长。动手！黑云常见多。嗯。在。使君，某等愿为第一阵，但却要告知墙上的兄弟，莫要误想。贼人没有了剑之约束，只不过就是乌合之众。攻进来倒是不可能，但是要提防他们纵火。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这是大事，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都不能逆势而行。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可我還是不大明白。其實桑馮諸公這10日來的作為，是在告訴契丹天子，這中原天子誰都能做，唯獨杜重威和張掖則做不得。因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二個二皇帝。使君來了，好，擊鼓，諾。请大刀！哎，大刀！大刀！咱们太尉的大旗还要高呢。城上有伏兵，哎，都是弓箭，最少30步长。这么大一柱是天财富贵，不能放手了。兄弟们，上！冷静点，再大的富贵，你得能抓到手里才算数。如许大一座京师，能得富贵的所在不止这一处。就是。将性命送在此处，怕不是要冤死了。撤！撤！
曰明德，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义侯移驾别宫。令公，你要横加阻拦。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正日开，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距離元正还有3日，尔等当真要进？哎，纵使此门不得入，一公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自然祸端。金花银卷乃我朝圣物，非禁足宗亲不可得。冯公如何得来？数载之前，出使上京，有人所赠。陛下所赐，还不快快下马！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天子，请你家傅义侯暂居開封府衙，以待天子驾临。多余的話我本不當說，但是人老了，背會了，也囉嗦了，說不得要提點你們幾句。彼天子駕臨京師之日，此天子是要駕前請罪的，此人是請不了罪的。